罗斯大选即将开始，执政24年，第5次参选的普京会被俄罗斯人民抛弃吗？截至目前，普京已经执政俄罗斯24年了。在叶利钦时期，俄罗斯处于危机时刻，被美西方蛊惑的休克疗法下，俄罗斯的市场经济陷入了巨大的泥潭。在短短8年的时间里，俄罗斯 GDP 总量缩水了40%，社会财富被财阀垄断，民众食不果腹，直到将接力棒交给普京才有所好转。从2000年到2007年，在普京的带领下，俄罗斯经济终于实现了正向增长，这似乎也印证了他上任时说过的话：给我20年，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。可如今20年已经过去，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好转。无论是持续了快2年的俄乌冲突，亦或是美西方为首的经济制裁，似乎都在向外界说着这个男人他食言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普京还能否获得支持成功连任呢？点击头像进入主页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俄罗斯大选将至，国内反普势力言行愈发激烈。头号反对派纳瓦内利说了什么？因为普京执政期间对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制裁相当严重，所以自然也遭到了许多金融寡头们的反感。其中最强硬的反对派就是纳尔瓦尼。纳瓦尔尼经常会在西方平台上用一些莫须有的来诋毁丑化普京，甚至还多次试图组织暴乱来扰乱国内秩序。过去的20多年间，普京多次将纳尔瓦尼等反对派送进监狱，但纳尔瓦尼出狱后依旧会继续搞事儿。可就最近俄罗斯大选将近期间，纳瓦尔尼却突然安分了。纳瓦尔尼的团队也似乎在准备各种行动，他们在俄罗斯各地设置广告牌和传单，似乎想通过这些宣传物让选民意识到选举结果可能会被伪造，并鼓励反对普京的人士参与竞选。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真的会动摇群众支持普京吗？他是俄罗斯最铁血的总统，如今大选将至，他还能否继续连任呢？根据俄罗斯的民调结果显示，将近80%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支持普京。虽然俄罗斯的反普势力用尽心机，但是对于普京来说并没有太多影响。而普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，主要是因为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上始终保持着理智和清醒。例如在俄乌冲突中，当战事推进不利时，激进派希望能动用特殊军事手段，以向外界表示俄罗斯的真正实力。但普京压制住了这些人的念头，而当西方各国联合开始制裁经济时，普京迅速将俄罗斯的发展重心转向了东方。靠着这些合作手段，俄罗斯的经济才没在这场冲突中迎来崩盘。虽然20年过去了，俄罗斯算不算强大，我们还不太好判断。但以普京在俄罗斯的民意支持度来看，这恰恰说明了普京在俄罗斯国内的声誉还是很高的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评论区留言讨论。